6点整，王管家来叫徐静和叶可洁吃晚饭。叶可洁刚好做完最后一道题，她收拾好卷子和笔，把它们放进粉色的书包里，然后跟着徐静下楼。餐厅在1楼，很大，中间摆着一张长长的实木餐桌，桌子大约3米长，1米宽，桌面是浅木色的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，桌布上没有任何花纹，显得简洁大方。餐桌两端各有一把高背椅，椅子是深色的实木，上面铺着红色的坐垫，坐垫上绣着金色的蔓藤花纹，跟玄关的地毯呼应，应该是叶静和叶可人的位置。餐桌两侧各有4把普通的椅子，徐静和叶可洁坐在一侧，王管家坐在另一侧。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，4菜1汤，都是家常菜，却做得很精致。中间是一盘清蒸鲈鱼，鱼大约有2斤重，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，鱼身上放着几片姜和葱，鱼眼清亮，肉质紧实，看起来很新鲜。旁边放着一小碟蘸料，是生抽和醋调的，还有一点蒜末，闻起来很香。左边是一盘红烧肉，肉块大小均匀，大约2厘米见方，颜色是深红色的，酱汁浓郁，上面撒着一点葱花，看起来肥而不腻，放在一个黑色的砂锅里，还冒着热气。右边是一盘炒时蔬，是清炒西兰花，西兰花是绿色的，旁边放着几个红色的胡萝卜片，颜色搭配得很好，看起来很有食欲，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。前面是一盘番茄炒蛋，番茄是红色的，鸡蛋是黄色的，炒得很均匀，旁边放着一点葱花，看起来酸甜适中，放在一个浅灰色的瓷盘里。中间还有一个白色的砂锅，里面是冬瓜排骨汤，冬瓜是白色的，炖得软烂，排骨是肋排，炖的脱骨，汤里放着一点姜片，没有任何杂质，看起来很清淡。菜都是用精致的瓷盘装，旁边摆着银色的餐具和水晶杯，杯子里倒着鲜榨的橙汁，颜色鲜亮，带着淡淡的橙子香味，没有加任何添加剂。大小姐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叶可洁坐下后，看了一眼餐桌两端的高背椅，问道，她的目光里带着一点期待，似乎希望叶可人能一起吃饭。大小姐还在书房忙，刚才让我跟你们说，她等会再吃，让你们不用等她。王管家拿起公筷，给叶可洁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在她的碗里。可洁小姐，多吃点红烧肉，高3学习累，需要补充营养，这是厨师特意给你做的，选的是五花肉，肥而不腻，你尝尝。叶可洁点点头，拿起筷子夹起红烧肉咬了一口，眼睛亮了，好吃，比上次厨师做的还好吃。王叔，你也吃。他拿起公筷，给王管家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又给徐静夹了一块。徐静，你也尝尝，真的很好吃。徐静接过红烧肉，说了声谢谢二小姐，然后咬了一口，肉质确实很嫩，肥而不腻，酱汁浓郁，入口即化，里面还加了一点冰糖，带着淡淡的甜味，做得很地道，比他在外面餐馆吃的还好吃。他又尝了一口清蒸鲈鱼，鱼肉很鲜，没有丝毫腥味，应该是刚从庄园的池塘里捞上来的，蘸着调料吃，味道更好。炒西兰花很脆嫩，没有炒老，保留了西兰花的营养。番茄炒蛋酸甜适中，很下饭。冬瓜排骨汤味道清淡，冬瓜炖得软烂，排骨炖得脱骨，汤里带着冬瓜的清香，很好喝。王叔，这鱼是庄园池塘里的吗？真新鲜。徐静一边吃一边问，状似随意地打探庄园的情况。王管家笑了笑，是早上刚捞上来的，池塘里养了不少鱼，有鲈鱼、锦鲤、草鱼，都是先生特意让人养的，不仅可以吃，还能观赏。以前可洁小姐总爱在池塘边喂鱼，后来过敏了，就很少去了。叶可洁也跟着说，是我以前总喂锦鲤，他们都认识我，我一去他们就围着我转，可好玩了。后来过敏了，身上起疹子，我妈就不让我去了，还把锦鲤移去了郊外的鱼塘。她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一点怀念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回忆小时候的快乐时光。三人安静地吃着饭，偶尔聊几句家常。王管家会问叶可洁学校里的事情，比如今天学了什么，考试考得怎么样，有没有跟同学吵架。叶可洁会跟他说今天的数学考试，同学之间的趣事，比如班里有个同学上课睡觉被老师抓住了，老师把他的书扔到了地上。徐静偶尔会插几句话，大多是关于叶可洁学习的，比如二小姐要是数学有不懂的，随时可以问我，我晚上一般都在房间，二小姐可以把错题整理一下，以后复习的时候方便。晚饭快结束时，叶可人走进了餐厅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，屏幕是亮的，上面显示着一些数据和图表，应该是刚处理完工作。他走到餐桌主位坐下，王管家赶紧给他盛了一碗冬瓜排骨汤，放在他面前。大小姐，喝点汤，暖暖胃，刚炖好的，还热着。叶可人接过汤，喝了一口，然后对徐静说，明天送可洁上学，开车库里的那辆黑色奥迪 A6，钥匙王叔会给你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最近学校附近不太平，上周有个学生晚上放学被跟踪了，是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没有牌照，车窗贴着深色的膜，看不到里面的人，你明天多留意一下，要是有异常立刻给庄园打电话，安保团队会第一时间过去。徐静心里一紧，抬起头看着叶可人，大小姐，那个学生没事吧？警方有没有找到线索？他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跟踪事件的细节，以便明天做好应对准备。叶可人放下汤碗，拿起平板电脑，打开一个文件递给徐静，学生没事，被学校保安发现了，保安把他送回了家。警方调查了，但是没找到面包车的线索，那辆车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监控只拍到了车的侧面，没有拍到车牌，也没有拍到开车的人。你明天送可洁上学，尽量走主干道，别走小巷，主干道有监控，
安全一点。下午接他的时候，提前半个小时到，在学校门口等着，别让他自己出来。徐静接过平板电脑，仔细看了看文件，上面有学生的描述，跟踪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，地点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巷里。学生刚从补习班出来，准备回家。黑色面包车一直跟在他后面，车速很慢，有脚步蹲下，紧接着就听见沐风声音发颤，带着哭腔：“季伯达，你告诉我，你的这个心脏证明和柳如烟的这份癌症证书证明，你们多久了？”我转身看着沐风在雨里狼狈的样子，他没打伞，整个人形销骨立，疲惫又沉重，像是随时能被风吹到的枯枝。我意气风发的好兄弟何时这样过？扫过他手里钻变形的报告，我吸口气，说不出话，都怪那些存留着的纸质证明，几年了还是被追查到了。我今天真烦，总是在想怎么骗人。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骗人，一个谎言套着另一个谎言，永无止境的谎言。我也会心累，机械心脏也会累，也许是因为机械心脏彻底崩坏没几个小时了，今天格外累，可我还是很愿意继续骗他们。我依旧不想他们愧疚难过。这次半句话都没说完，我浑身瞬间被抽干了力气，模糊一片，直倒了下去。晕倒前好像有人接住我，好像有沐风，有沈幼薇，他们叫我博达，博达。已经3年10个月11天，他们没有这样叫过我的名字了。悄悄地幸福了一下，昏迷中我隐约是这样想的：后记，生活远比戏剧更加戏剧。季伯达再没醒来，没有再次。徐静应道。叶可人走后，叶可洁也吃完了饭，他收拾好书包，对徐静和王管家说：“王叔，徐静，我先回房间了，明天见。”明天见，可洁小姐。王管家笑着说：“明天见，二小姐。”徐静也挥了挥手。叶可洁上楼后，徐静对王管家说：“王叔，我能去车库看看那辆奥迪 A6 吗？明天好熟悉一下车子的操作，免得明天出意外。”“当然可以，我带你去，正好我也要去检查一下车子，确保明天没问题。”王管家站起身，带着徐静往车库走。车库在别墅主楼旁边，是一个独立的建筑，门是电动的。王管家按下手里的遥控器，门缓缓打开，露出里面的车子。车库很大，大约有100平米，里面停着5辆车。最左边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A6，去年刚买的，车身没有丝毫划痕，车漆很亮，是金属漆，在灯光下泛着黑色的光泽。旁边是一辆白色的奔驰 S 级，看起来很豪华，应该是叶静平时用的车。中间是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，车身线条流畅，看起来很张扬，应该是叶可人的车。右边是一辆黑色的宝马 X5，SUV 车型，适合越野，应该是偶尔出去游玩时用的。最右边是一辆银色的大众帕萨特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应该是庄园里的人平时用的车。就是这辆奥迪 A6，去年大小姐给可洁小姐买的，可洁小姐很少开，大多是司机开，车况很好。王管家指着黑色的奥迪 A6，我早上已经检查过了，轮胎、刹车、油量都没问题，你再试试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徐静走过去，绕着车子检查了一圈，车身没有划痕，车漆很亮，轮胎的花纹很深，没有磨损，胎压正常，车窗是深色的，贴着防爆膜，能阻挡紫外线，也能保护隐私。车牌是本地的，号码签 A88866，很吉利，应该是特意选的。车门把手是银色的，摸上去冰凉，没有任何污渍。他拉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座，座椅是真皮的，黑色的，手感很好，座椅可以调节前后和靠背角度，还有加热功能。方向盘是多功能的，上面有音响控制、定速巡航、蓝牙电话等按钮，操作很方便。仪表盘是液晶的，显示清晰，能看到车速、油量、水温等信息。中控台上有一个大屏幕，是导航和娱乐系统，屏幕是触摸屏，反应很灵敏，档杆是电子的。旁边有一个储物格，里面放着车载充电器和纸巾。副驾驶的座椅也可以调节，旁边有一个扶手，扶手上有一个储物盒，可以放手机等小物件。我试试启动车子。徐静对王管家说。王管家点点头。徐静插入钥匙，启动车子，发动机的声音很轻，没有丝毫杂音，车身也没有震动，说明车况很好。他踩了踩刹车，感觉很灵敏，刹车距离很短，挂了一下空档，档位很顺畅，没有卡顿。转动方向盘很轻，没有卡顿，转向很精准。打开空调，冷风很快就出来了，没有异味。打开音响，音质很好，播放的是轻音乐，很舒缓，车况很好。谢谢王叔，明天开这辆车送二小姐上学，很合适。徐静关掉车子，下车对王管家说，他心里很满意，这辆车性能很好，操控方便，遇到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应对。没事，只要你觉得合适就好。王管家笑着说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早起送可洁小姐上学，别熬夜了。徐静点点头，跟着王管家离开车库，回到别墅主楼。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拿出那个黑色的笔记本，在上面写下今天的观察结果，字迹工整，步骤清晰。1. 叶家庄园基本情况。位置：仙水市郊区，远离市区，环境幽静，周围有大片香樟林，隐蔽性好。历史：近100年历史，老夫人传下来，现由叶静对外称先生，掌权。布局：别墅主楼含客厅、餐厅、书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。独立车库5辆车，奥迪 A6、奔驰 S 级、保时捷跑车、宝马 X5、大众帕萨特。花园花卉、喷泉、池塘养鱼，香樟林暗哨巡逻。安保：明哨，门口2名保安，黑色西装，
耳麦、练家子、暗哨、香樟林内巡逻间隔10米、战术服、专业素养高、设备。围墙电网通电，红色指示灯，摄像头覆盖庄园内外，无死角，指纹锁房间门、车库门。人员：王管家忠诚，了解叶家情况，可作为信息来源。厨师手艺好，负责饮食；佣人负责清洁；安保团队专业，退役特种兵，负责紧急情况。2. 叶家成员情况：在叶可人大小姐，外貌25岁左右，黑色大波浪，职业装干练，性格严肃，警惕性高，心思缜密，掌管叶氏集团事务，关心叶可洁，对我态度警惕，例行询问，未怀疑身份需保持距离，避免暴露。重点，他是叶静指定的主要保护对象之一，需关注他的公司事务，可能涉及危险。在叶可洁2小姐，外貌18岁，高3学生，高马尾，少女感强，性格活泼单纯，数学不好，喜欢钢琴和绘画，在意叶可人看法，对我态度信任，初步建立教他高数题，依赖感强，需保护他的安全，尤其是上学放学路上。重点，对鱼毛过敏，学校附近有跟踪事件，他可能是目标，需重点保护。在叶静先生情况未露面，掌权者安排我来叶家，对仙水市安全状况担忧。重点，他是任务的发起者，需听从他的安排，及时汇报情况。3. 潜在危机与应对。学校附近跟踪事件细节：黑色面包车，无牌照，深色母，晚上7点左右，小巷内跟踪学生。应对：明天送叶可洁走主干道，避开小巷，提前半小时接他。留意黑色面包车，随身携带探测器，发现异常立刻联系庄园安保。叶可人的警惕应对：说话谨慎，避免提及过往，多表现生活助理的职责，如照顾叶可洁学习生活，不主动接触叶可人的工作，避免引起怀疑。庄园内部安全应对：熟悉暗哨位置，避免晚上9点后外出，房间已检查，无监控，可放心。定期检查车子，确保车况良好。4. 后续计划：短期，明天安全接送叶可洁上学放学，留意可疑车辆，熟悉叶可洁学校周边环境，标记安全区域和紧急出口。中期，进一步获取王管家信任，打探叶家更多情况，了解叶氏集团的业务，判断危险来源。长期，保护叶可人和叶可洁安全，调查水势不太平的原因，找出幕后黑手。写完后，徐静把笔记本藏在枕头下，然后洗漱。他洗漱完躺在床上，却没立刻睡着。明天要送叶可洁上学，路上可能会有危险，需要养足精神。他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过了一遍明天的流程。7点起床，洗漱，换衣服。7点10分去车库拿奥迪 A6 钥匙，检查车子轮胎、刹车、油量。7点半到餐厅吃早饭，等叶可洁。8点准时出发，走主干道，避开小巷。路上留意周围车辆，尤其是黑色面包车，记录可疑车辆特征。8点半前到达淞水市第一中学，看着叶可洁进学校。下午4点半到达学校门口，提前半小时观察周围情况。5点接叶可洁放学，原路返回庄园，确保无跟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徐静才睡着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在东南亚执行任务，保护一个重要人物，却遇到了伏击，对方有10几个人，拿着武器。他带着那个人一路突围，最后安全到达目的地。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，窗外传来小鸟的叫声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洒在房间里，像铺了一层金色的纱。徐静看了一眼手机，6点半，还早。他起床洗漱，换了一身休闲装，浅蓝色的衬衫搭配卡其色的休闲裤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既舒适又方便活动。鞋子耐克的，轻便，适合长时间开车。他下楼去餐厅吃早饭，早餐很简单，热牛奶、全麦面包、煮鸡蛋，还有一些水果，苹果、香蕉、橙子，都是很健康的食物，没有任何油腻的东西。王管家已经在餐厅等着了，手里拿着奥迪 A6 的钥匙，钥匙链是银色的，上面刻着奥迪的 logo。徐静，早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王管家把钥匙递给徐静，笑着问。谢谢王叔，睡得很好。房间很安静，徐静接过钥匙，放在口袋里，然后拿起牛奶喝了一口，牛奶还是热的，温度刚好。7点整，叶可洁下楼了，她穿着一身校服，白色的衬衫，蓝色的裙子，领口系着蓝色的领带，领带上印着千水市第一中学的 logo， 头发扎成马尾，用一个蓝色的发圈跟领带颜色呼应，背着一个粉色的书包，书包上挂着几个小玩偶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跟徐静的鞋子是同一款式，只是尺码小一点。徐静，走，车子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快走吧，我怕等会堵车。他走到徐静面前，笑着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着急。准备好了，2小姐，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发，别着急，来得及。徐静说，他拿起鸡蛋，剥了壳，递给叶可洁，吃个鸡蛋，补充营养，上午学习才有精神。叶可洁接过鸡蛋，咬了一口，谢谢徐静。王叔，你也吃。他拿起面包，递给王管家一片，王管家笑着接过，谢谢可洁小姐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快吃。
别迟到了。叶可杰快速吃完早饭，拿起书包，走吧，走吧。徐静，我们出发。徐静帮他拉开别墅大门，两人往车库走。叶可杰一边走，一边跟徐静说学校里的事情。我们班有个同学，昨天数学考试作弊，被老师抓住了。老师把他的家长都叫来了，他家长来了之后，把他骂了一顿。可惨了，我们数学老师可严了，要是作业没做完，不仅要罚抄卷子，还要罚站1节课。明天有体育课，我最喜欢体育课了，可以打篮球。我们班的男生打篮球都不如我，上次我还赢了他们了。徐静一边听一边应着，目光却没停过留意周围的暗哨，他们依旧在香樟林里巡逻，不乏规律。留意庄园的大门，门口的保安正在换班，交接很有序。留意花园里的喷泉，水柱正常喷射，没有异常。留意车库的方向，车库门是关闭的，没有异常人员靠近。到了车库，徐静打开奥迪 A6 的车门，让叶可杰坐进副驾驶，然后帮他系好安全带。二小姐，坐好，我们出发了，路上可能会有点颠，你要是不舒服就告诉我。叶可杰点点头，看着徐静坐进驾驶座，启动车子。徐静，你开车稳不稳？以前司机开得可慢了，上次还差点迟到，被老师说了一顿。放心，我会尽量开稳，也不会让你迟到。我们走主干道，应该不会堵车。徐静笑着说，然后缓缓驶出车库，开上庄园的青石板路。车子驶出叶家庄园，开上主干道。早上的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暖暖的，落在叶可杰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叶可杰靠在座椅上，拿出手机刷朋友圈，偶尔跟徐静说几句话。前面那个路口有一家包子铺，他家的肉包子可好吃了，我以前经常让司机给我买。那家咖啡店的草莓拿铁很好喝，周末我经常跟同学去那里写作业。前面就是早高峰了，肯定会堵车，怎么办？徐静看了一眼导航，前面3公里就是早高峰拥堵路段。他对叶可杰说，二小姐别担心，前面拥堵路段不长，我们慢慢开，应该能在8点半前到学校。好，只要不迟到就行。叶可杰高兴地说。他收起手机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偶尔指给徐静看，你看，那是闪水式的电视塔，很高吧？我以前跟我姐去那里玩过，那家商场是我妈开的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。徐静一边开车一边应着，目光却始终留意着周围的车辆，没有发现黑色的面包车，也没有其他可疑车辆。路上的车子很多，大多是送学生的家长和上班的人，很热闹。路边的行人也很多，有老人在晨练，有学生在赶公交，很有生活气息。8点10分，车子到达水师第一中学门口，学校门口已经有不少学生，穿着跟叶可杰一样的校服，三三两两地走进学校。门口有2个保安，穿着蓝色的保安服，手里拿着对讲机，正在维持秩序，偶尔会提醒学生慢点走，注意安全。学校的大门是红色的，上面刻着水师第一中学的金色大字，旁边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省级重点高中。门口还有一个电子屏，上面显示着欢迎同学们返校，祝大家学习进步。徐静停好车子，帮叶可杰打开车门。二小姐到了，还有20分钟上课，你慢点走，注意安全。叶可杰拿起书包，笑着对徐静说，谢谢你徐静，下午5点记得来接我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好，下午见。二小姐。徐静点点头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叶可杰跑进学校，跑了2步又停下，转头对徐静挥手，徐静，下午见。徐静也挥了挥手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学校门口，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坐在车里观察学校门口的情况。门口有不少家长送学生，还有一些出租车和私家车，不远处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，其中一辆没有牌照，车窗贴着深色的膜，跟叶可人提到的黑色面包车有点像，但车型是轿车，不是面包车。他记下那辆车的特征，黑色，无牌照，车窗深色膜，车型是大众帕萨特，停在学校旁边的停车场里。学校门口的保安还在维持秩序，没有异常。路边的商铺已经开门，有文具店、小吃铺、咖啡店，里面有不少学生在买东西。徐静在车里坐了10分钟，确认没有异常情况，才开车离开。他没有立刻回叶家庄园，而是绕着学校附近转了一圈。学校周围有不少商铺和居民楼，环境复杂。学校后面是一条小巷，里面没有路灯，早上人很少，很容易发生危险。他记下小巷的位置，决定下午接叶可杰时绝对不能让他走这条小巷。学校旁边有一个派出所，距离学校大约500米。他记下派出所的位置，万一发生紧急情况，可以第一时间去派出所求助。学校对面有一个银行，门口有监控，能覆盖学校门口的区域。他记下监控的位置，方便以后调查。转了一圈后，徐静开车回叶家庄园。路上，他又留意了一下周围的车辆，没有发现那辆黑色大众帕萨特跟踪，看来暂时是安全的。他拿出手机给叶可人发了一条信息：大小姐，已将二小姐安全送到学校。学校门口发现一辆可疑车辆，黑色大众帕萨特，无牌照，车窗深色膜，停在学校旁边停车场，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？很快，叶可人回复：不用轻举妄动，记下车辆位置和特征，我会让安保团队去调查。你下午接可杰时留意，要是那辆车还立刻联系我。徐静收起手机，心里松了口气，有安保团队介入，至少能减轻他的压力。他开车回庄园，路上的车不多，很快就到了庄园门口。他把车子停进车库，然后去找王管家询问庄园安保团队的情况。王管家正在花园里指挥佣人修剪灌木，看到徐静，
笑着问徐静：“宋可杰小姐到学校了，路上顺利吗？”“顺利，王叔，已经安全送到了。学校门口有点堵车，但是没迟到。”徐静说：“对了，王叔，庄园的安保团队是怎么安排的？要是遇到紧急情况，怎么联系他们？”王管家放下手里的剪刀，对徐静说：“安保团队有20个人，都是退役的特种兵，分为明哨和暗哨。明哨负责门口和别墅主楼的安全，暗哨负责庄园外围和巡逻。遇到紧急情况，你可以打庄园的紧急电话，号码是88888888，也可以按你房间里的紧急按钮。安保团队会第一时间赶到。他们的负责人姓赵，叫赵强，是个很可靠的人。你要是有需要，可以找他。”徐静点点头，记下紧急电话和赵强的名字。“谢谢王叔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有需要会联系赵队长。”“不用客气，都是为了小姐们的安全。”王管家笑着说：“你要是没事，可以去庄园里转转，熟悉环境。庄园里有很多地方你还没去过，比如花园、池塘、书房。书房里有很多书，你要是喜欢看书，可以去看看。”徐静谢过王管家，然后在庄园里转了转花园里的花开的正盛，有玫瑰、月季、三角梅，还有一些他叫不上名字的花。园丁正在修剪灌木，动作很熟练。池塘里的水很清澈，能看到几条鲈鱼在游动。池塘边有几张石凳，是以前叶可杰喂鱼的地方。书房在别墅主楼的1楼，里面有很多书，大多是商业、历史、文学类的，还有一些外文原版书。书架上还放着几个奖杯，是叶可人在商业比赛中获得的。书房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办公桌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和一些文件，应该是叶可人平时工作的地方。徐静在书房里看了一会书，都是关于商业管理的。他虽然不感兴趣，但还是翻了几页，了解一下叶可人的工作内容。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拿出笔记本，补充上午的观察结果。上午送叶可杰上学观察。学校情况：名称：缺水市第一中学，省级重点高中，门口有保安，电子屏，环境整洁。周边：商铺、文具店、小吃铺、咖啡店、居民楼。派出所500米，银行有监控，小巷无路灯。危险：学生较多，穿着校服，秩序良好，保安维持秩序。可疑车辆特征：黑色大众帕萨特，无牌照，车窗深色膜，停在学校旁边停车场。处理：已报叶可人，安保团队调查，下午接叶可杰时留意。路线情况：路线：庄园主干到学校，全程20公里，耗时30分钟。早高峰拥堵，路段短。路况：良好，无异常。主干道有监控，安全。叶可杰情况：情绪良好，对学校生活充满热情，提到体育课很开心。安全，顺利进入学校，无异常人员接触。写完后，徐静把笔记本藏好，然后打开电脑，搜索山水市第一中学的相关信息。学校是市里最好的高中，升学率很高，每年有很多学生考上名牌大学，有不少富二代和官二代就读。学校的安保措施还算不错，门口有保安，校内有监控，但周边环境复杂，容易发生危险。他还搜索了最近的新闻，发现仙水市最近确实不太平，有几家公司被不明人员袭击，还有几个有钱人被绑架。警方正在调查，但没有找到线索。看来叶静说的仙水市不太平是真的，有人在针对有钱人。叶家和叶可杰很可能是目标。徐静心里多了几分警惕，决定下午接叶可杰放学时要更加小心，提前到达学校，观察周围的情况，确保叶可杰的安全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开始休息。下午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他，他需要养足精神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大腿拖走。薛芷柔看着这一切，眉目中满是震撼之色。同列弟弟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刚才要不是你，我就危险了。芷柔姐，你没事就好了。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要找你麻烦？薛芷柔摇摇头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吧。不过有你在我就安心了。我点点头，芷柔姐你放心，只要我在就没人能伤害你。说完，我重新回到房间继续修炼。刚才那场战斗让我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现在的我虽然只是碎体初期，但实际战力已经超越了一般的10元初期修炼者。如果能够达到碎体中期，那实力将会更加可怕。有了这个认知，我修炼得更加专注。在幻灵石的帮助下，我能感受到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变强。我感觉体内有股奇异的力量在流淌，这股力量让我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炼之力？我赶紧盘腿坐下，双眼缓缓闭合，开始感受着周围那些看不见的天地元气。按照正统的修炼方法，修炼者都是靠吸收天地元气，让自己丹田中的精气变得更加浓厚精纯，从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实力越强，突破就越困难，需要的天地元气也会成倍增长。到了一定程度，所需要的天地元气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，所以越往上修炼就越难突破。有些人他站在原地停顿了3秒，目光飞快地扫过四周。左侧香樟林里，第3棵树的树干后有一道深色衣角闪过，布料的质感不像园丁的工作服，更像是战术服。右侧围墙顶端的电网每隔半米就有一个红色指示灯，说明处于通电状态。指示灯的闪烁频率均匀，是专业安保的设置。远处别墅2楼的露台窗帘动了一下，缝隙里隐约有镜片反光，有人在用望远镜观察它，而且不止一个方向。小哥，愣着做什么？跟我来吧。王管家从副驾驶下来，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鬓角泛着霜白，身上是藏蓝色的管家制服，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色徽章，上面刻着篆体的叶字，徽章边缘有些磨损，
看得出来戴了至少10年。他手里拄着一根乌木拐杖，杖头雕着一朵半开的玉兰花，花瓣纹路清晰，是手工雕刻的老物件。走路时拐杖点地的节奏均匀，嘟嘟声落在青石板上，像在给徐静引路的信号。王管家，您客气了，叫我徐静就好。徐静脸上露出温和的笑，声音不高不低，语速平稳，这是他在无数次任务里练出来的本事，既能让人放松警惕，又不会显得刻意讨好。他说话时目光落在王管家的拐杖上，注意到杖头的玉兰花花瓣有一道细微的裂痕，应该是常年使用留下的痕迹。王管家点点头，转身往庄园里走，叫我王叔就行。庄园里的人都这么叫。先生叶静对外的称呼今天在国外谈生意，大小姐在公司忙，估计要晚些回来。我先带你熟悉熟悉环境，免得你往后走岔了路。庄园内部比徐静想象中更幽静，脚下的青石板路缝隙里长着零星的青苔，是常年湿润的缘故。路两旁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树，每隔5米就有一盏复古的铜制路灯，灯柱上爬着浅绿色的常春藤，藤蔓的走向很规律，像是被人特意引导着生长，不会遮挡路灯的光线。远处能看到一栋浅米色的3层别墅，屋顶是暗红色的瓦片，露台边缘摆着几盆开得正盛的三角梅，花瓣是热烈的玫红色，在一片素雅里格外显眼，像不小心滴在宣纸上的胭脂。这庄园有多少年了？徐静一边走一边状似随意地问，目光却没停过别墅2楼。露台的窗帘又动了一下，这次能看到一只握着望远镜的手，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的手表，是军用款式。不远处的喷泉旁边，一个园丁模样的人正在修剪灌木，手里的剪刀却始终对着他们的方向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剪刀柄，指节粗大，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。王管家脚步没停，拐杖敲在青石板上发出嘟嘟声，快100年了，是老夫人那辈传下来的。小姐们小时候就在这玩。可杰小姐以前总爱在喷泉旁边喂鱼，她3岁那年，把一块蛋糕掉进喷泉里，引得一群锦鲤围着她转，她笑得直拍手。后来可杰小姐对鱼毛过敏，先生就把鱼移去了郊外的鱼塘，只留着喷泉喷水。她说起叶可杰时，眼角的皱纹会浅一点，像被阳光晒化的霜。可杰小姐性子直，没什么坏心眼，就是高3了压力大，有时候会闹点小脾气，比如上次因为数学考试没考好，把习题册摔在地上，过后又自己捡起来偷偷补。你多担待。徐静笑了笑，应该的，二小姐是学生，我多照顾她是应该的。她心里却在快速盘算叶可杰对鱼毛过敏，这个细节要记下来，避免以后出现疏漏。老夫人、先生、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叶家的家族关系需要进一步梳理。王管家是个突破口，他说话时提到先生的语气很敬重，提到大小姐时带着几分敬畏，提到二小姐时满是疼爱，这些细微的情绪能帮他判断几人的关系。两人走到别墅门口，门口站着2个穿黑色西装的保安，身高差不多，都在1.85米左右，肩宽背厚，耳麦藏在衣领里，露出一点黑色的线。他们看到王管家，微微颔首。王叔，目光落在徐静身上时，停留了2秒，带着审视的意味，不是敌意，更像是职业习惯。他们的目光扫过徐静的手腕、腰腹，是在判断他有没有携带武器。随后又移开，没有多问。走进玄关，徐静才发现别墅内部比外面看更宽敞。玄关的地面是米白色的大理石，光可见人，中间铺着一块红色的地毯，上面绣着金色的蔓藤花纹，跟铁门的纹路呼应。地毯的边缘有些磨损，说明用了很多年。左侧有一个深色的实木鞋柜，柜面上摆着几双女士皮鞋，一双黑色的细高跟，鞋跟大约7厘米，鞋头没有丝毫磨损，应该是叶可人的。一双白色的平底鞋，鞋边沾了点泥土，是叶可杰的。还有一双米色的运动鞋，看起来很新，可能是偶尔运动时穿的。右侧挂着一面巨大的穿衣镜，镜框是金色的，边缘雕着缠枝莲花纹，镜子里映出徐静和王管家的身影。还有楼梯口垂下来的水晶吊灯，灯串很长，水晶吊坠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，落在地毯上像撒了一把星星。大小姐还在书房忙，二小姐刚从学校回来，在2楼房间写作业。王管家一边换鞋一边对徐静说，他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新的灰色拖鞋，尺码正好合徐静的脚。看来叶静早就把他的尺码报给了王管家，连他穿42码鞋这种细节都考虑到了。你先跟我去看看你的房间，就在二小姐隔壁，方便照顾。徐静换好拖鞋，跟着王管家往2楼走。楼梯是实木的，踏步板上铺着浅灰色的防滑垫，踩上去没有丝毫声响。防滑垫的边缘绣着小小的字，是手工绣的。楼梯扶手是深色的实木，打磨的光滑，手放上去能感觉到细微的木纹，像是触摸着一段旧时光。2楼的走廊同样铺着地毯，吸走了所有脚步声。走廊两侧挂着几幅油画，画的都是洒水式的风景，有清晨的江景，有秋天的香樟林，还有冬日的庄园雪景，笔触细腻，色彩柔和，应该是本地名家的作品。右下角的签名是林墨，徐静有点印象，是仙水市很有名的风景画家，一幅画能卖几10万。就是这间。王管家停在一扇白色的房门前，门把手上没有钥匙孔，只有一个银色的指纹识别器，上面还残留着一点温度，应该是之前有人试过。先生吩咐过，你的指纹已经录进去了，你试试。徐静伸出右手食指，按在识别器上，滴的一声轻响，门开了。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味扑面而来，不是廉价香薰的刺鼻味，是很清新的自然香气，应该是空气净化器里放的天然薰衣草精油。房间很大，大约20平米，
布局很规整。左侧是一张1.8米的实木床，床头靠着墙，床上铺着浅灰色的床单和白色的被子，被子叠得整齐，像是酒店里的标准样式。被子的边角没有丝毫褶皱，看得出来是精心整理过的。床的对面是一个白色的衣柜，衣柜门是推拉式的，上面没有任何花纹，显得简洁。衣柜的把手是银色的，摸上去冰凉。房间中间是一张书桌，书桌是浅木色的，桌面很光滑，没有丝毫划痕，上面放着一台全新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是关闭的，旁边摆着一盏白色的台灯，灯杆是可调节的，底座上印着宜家的 logo， 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的笔筒，里面插着几支钢笔和中性笔，钢笔是万宝龙的，中性笔是30的，都是常用的好牌子。书桌旁边是一扇落地窗，窗外是庄园的香樟林，风吹过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轻轻翻书。落地窗旁边有一个门，通向独立卫生间，卫生间里有洗漱用品，都是新的，你看看合不合用？王管家走进房间，指了指卫生间的门，他的拐杖在地板上轻轻点了一下。要是缺什么就跟我说，庄园里都能找到。比如你要是习惯用手动剃须刀，我让厨房给你找新的。徐静走进卫生间，里面铺着白色的瓷砖，墙面是浅灰色的，搭配得很协调。洗漱台上放着一套新的洗漱用品，牙刷是飞利浦的电动牙刷，牙膏是高露洁的薄荷味，洗面奶是科颜氏的男士款，都是常用的品牌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毛巾是白色的，叠成方形，上面绣着一个小小的叶字，跟拖鞋上的标志一样。漱口杯是透明的玻璃材质，杯底印着庄园的 logo。卫生间里有一个淋浴间，玻璃门是透明的，旁边放着一个白色的浴帘，浴帘上印着浅灰色的条纹。马桶是智能的，旁边有一个置物架，放着卷纸和清洁用品。卷纸是维达的，清洁用品是花王的，都是口碑很好的牌子。谢谢王叔，都挺合适的。徐静走出卫生间，对王管家说，他心里其实在快速检查卫生间的通风口，没有异常，没有发现摄像头的镜头，洗漱用品都是新的，包装还没拆开，没有被动过手脚，智能马桶的水箱里也没有异常，没有发现监听设备，看来暂时是安全的。王管家笑了笑，合适就好，你先收拾一下，晚饭6点开饭，到时候我来叫你。他转身往门口走，走到门口时又停下，回头对徐静说，对了，庄园里晚上9点以后尽量不要在外面走动，暗哨会巡逻，他们认人不认脸，免得产生误会。要是晚上有急事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号码存在你手机里了。王叔，那个联系人里，我知道了。王叔，徐静点点头，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果然有一个备注，王叔的联系人号码是本地的，尾号是8888，很吉利，应该是叶家庄园的专属号码。王管家走后，徐静关上门，先走到书桌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开机速度很快，10秒不到就进入了桌面。桌面很干净，只有几个系统自带的软件。我的电脑，回收站，浏览器，没有任何私人文件。它连接了庄园的 WiFi，WiFi 名称是 Yemner， 没有密码，应该是只允许庄园里的设备连接。他试了一下，网速很快，下载速度能达到每秒10 MB， 是光纤网络。他打开浏览器，搜索了一下叶家庄园的信息，网上的信息很少，只有一些关于叶家产业的介绍，比如叶家主营房地产和酒店，在千水市有好几栋写字楼和2家5星级酒店，没有庄园的具体地址和内部情况，看来叶家对隐私保护得很好。然后他走到落地窗旁，推开窗户，外面的薰衣草香味更浓了。他趴在窗台上，目光扫过庄园的景色，远处的别墅主楼有3层，顶楼有一个露台，露台上摆着几张白色的藤椅和一个圆形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花瓶，里面插着几支新鲜的玫瑰，应该是今天刚换的。别墅主楼旁边有一个小花园，里面种着各种花卉，红色的玫瑰，粉色的月季，紫色的三角梅，还有一些他叫不上名字的白色小花。花园中间有一个喷泉，喷泉的水柱不高，大约2米，周围有一圈石板路，石板路上没有任何杂物，看得出来每天都有人打扫。花园旁边是一个车库，车库的门是关闭的，看不到里面的车子，但能看到车库上方有几个摄像头，对着车库的门口，确保没有异常人员靠近。再远一点就是成片的香樟林，林子里隐约能看到深色的人影在走动，步伐很规律，是暗哨在巡逻，他们的间隔大约10米，覆盖了整个庄园的外围。徐静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探测器，这是他自己带来的，很小巧，只有打火机大小，外壳是黑色的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屏，专门用来检测摄像头和监听设备。他拿着探测器在房间里仔细扫了一遍，床底、衣柜角落、书桌抽屉、卫生间通风口、落地窗、窗帘后面、插座旁边都没有发现异常。探测器的显示屏一直是绿色的，说明没有检测到信号。最后他把探测器放在书桌上，心里松了口气，至少这个房间是安全的。叶家没有在他的房间里安装监控，说明暂时还信任他。他走到衣柜前，打开衣柜，里面是空的，只有几个木质衣架，衣架上没有任何 logo， 是定制的。他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几件衣服，挂在衣柜里，一件浅灰色的休闲西装，2件浅蓝色的衬衫，一条卡其色的休闲裤，一条黑色的运动裤，2件白色的 T 恤，还有一套黑色的运动装，方便应对不同的场合。行李箱里还有一些他的私人物品，一个小小的笔记本，封面是黑色的，上面没有任何图案，用来记录观察结果。一支黑色的钢笔，是派克
的，他用了很多年。笔身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，是之前执行任务时留下的。一个黑色的钱包，里面放着身份证、少量现金和一张信用卡。身份证上的信息是假的，是为了这次任务准备的。还有一个小小的急救包，里面有止血药、绷带、消毒水、创可贴，还有一支小小的麻醉针，用来应对紧急情况。收拾完行李，徐静看了一眼时间，才5点半，离晚饭还有半个小时。他决定下楼熟悉一下庄园的布局，顺便看看车库里的车子，毕竟明天要送叶可杰上学，得提前熟悉一下车子的情况，比如车型、操作方式，避免明天出意外。他走出房间，轻轻带上门，走廊里很安静，没有任何人。他顺着楼梯下楼，走到玄关时，听到客厅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，像风铃在响，是叶可杰的声音。他走过去，看到叶可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个粉色的手机，正在看视频，笑的肩膀都在抖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 T 恤，上面印着一只卡通猫咪，猫咪的眼睛是蓝色的，看起来很可爱，搭配浅蓝色的牛仔裤，裤脚卷到脚踝，露出一点白皙的皮肤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，鞋边沾了点泥土，像是刚从外面玩回来。他的头发扎成高马尾，发尾微微卷曲，随着他的笑声轻轻晃动，马尾上绑着一个粉色的发圈，发圈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猫咪玩偶。二小姐，徐静走过去，礼貌地打招呼，她的声音不大，刚好能让叶可杰听到，又不会吓着他。叶可杰抬起头，看到徐静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像星星突然被点亮。徐静，你收拾好了，快来坐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沙发是浅灰色的，上面放着一个白色的猫咪玩偶。你看这个视频，好搞笑，这只猫咪想跳上桌子，结果摔下去了，还假装没事，太可爱了。他把手机递给徐静，屏幕上是一个宠物视频，一只橘色的猫咪正试图跳上餐桌，结果没跳上去，摔在地上，然后立刻站起来，舔了舔爪子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徐静接过手机，看了一眼，笑了笑，确实挺可爱的，这猫咪很机灵。他把手机还给叶可杰，目光落在他的手指上，他的手指很细，指甲修剪得整齐，涂着透明的指甲油，手指上戴着一个银色的戒指，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杰字，应该是定制的。叶可杰接过手机，关掉视频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对徐静说，对了，徐静，你会做高数题吗？我今天有一道题卡了好久都没做出来，明天还要交作业呢，数学老师可严了，没做完要罚抄卷子的。他说这话时带着点期待，眼睛看着徐静，像一只等待投喂的小猫，嘴角微微嘟着，很可爱。徐静心里一动，这是个拉近关系的好机会，既能体现他的能力，又能让叶可杰对他产生信任。他点点头，会一点。二小姐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帮你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你想通。太好了，叶可杰高兴地跳起来，拉着徐静的胳膊往2楼走。他的手很软，拉着徐静的胳膊时用的力气不大，带着少女的活泼。我的房间就在你隔壁，我们去我房间，我把卷子找给你。徐静被他拉着往2楼走，心里却在留意叶可杰的房间在他隔壁。门是粉色的，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兔子玩偶，玩偶的耳朵有点脏，应该是他经常玩的。走廊里的油画在灯光下显得更柔和，画里的香樟林像是在随风晃动。楼梯口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的光落在叶可杰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叶可杰推开门，里面的布置跟徐静的房间完全不同，充满了少女气息。墙壁是浅粉色的，上面贴着一些动漫海报，有《海贼王》里的路飞，有《火影忍者》里的鸣人，还有一些韩国偶像团体的海报。海报上的偶像笑得很灿烂。床上铺着粉色的床单和被子，被子上印着卡通猫咪的图案，跟他 T 恤上的猫咪是同一款。书桌上堆满了高3的课本和习题册，有高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还有一些辅导资料。书桌上还放着几个玩偶摆件，一个白色的兔子，一个棕色的熊，一个粉色的猪，都很可爱。书桌旁边是一个白色的书架，上面放着各种小说和漫画，有哈利波特全套，有盗墓笔记，还有一些少女漫画。书架的最上层放着几个奖杯，奖杯上刻着叶可杰的名字，分别是钢琴比赛1等奖，绘画比赛2等奖。看来叶可杰不仅学习，还学了钢琴和绘画。房间里还有一个粉色的衣柜，衣柜门上贴着一些卡通贴纸，有 Hello Kitty、Line Friends。窗户旁边放着一个粉色的梳妆台，上面摆着各种护肤品和化妆品，都是少女常用的品牌，郁美净的面霜，科润的水乳，完美日记的口红，口红的颜色都是淡淡的粉色系，没有深色的。你坐这。叶可杰拉着徐静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，椅子是粉色的，上面铺着一个毛茸茸的坐垫，坐上去很软。我把卷子找给你，就在这个习题册里。他蹲在书桌前，从一堆习题册里翻找，头发垂下来挡住了他的脸。他时不时会用手把头发撩到耳后，露出一点白皙的耳朵，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小的银色耳钉，是星星形状的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叶可杰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张高数卷子，卷子是打印的，上面有一些手写的计算过程，有些地方被划掉了，看得出来他算了很多遍。就是这道题，最后一道大题，我算了好几遍都不对，你帮我看看。徐静接过卷子，题目是关于导数的应用题。某工厂生产一种产品，已知成本函数 cx2x3x10x 为产量，单位百件；需求函数 p203xp 为价格，单位万元百件。求最大利润时的产量和最大利润值。他拿起一支中性笔，在草稿纸上写了起来，字迹工整，步骤清晰。第一步，明确利润函数的计算公式。
利润 LX 收入函数 RX 成本函数 CX。第二步，计算收入函数，收入价格产量即 RXPX 203X20X3X 单位万元。第三步，代入成本函数，得到利润函数 LXRXCX 20 times 3 times 2 times 3 times 1000 and 20 times 3 times 2 times 3 times 105 times 17 times 10。第四步，求利润函数的一阶导数，找到极值点 L XDLDX 10 times 17，令 L X0 解的 X17101 7单位100件即170件。第五步，验证极值点是否为最大值点，求二阶导数 L X100， 因此 X1 70，利润函数取得最大值。第六步，计算最大利润 L1 751 7171 71052 8928 91014 4528 9104 45单位万元即44500元。你看，其实关键是先写出利润函数，然后通过求导找到极值点。徐静把草稿纸递给叶可洁，指着上面的步骤，你是不是在求利润函数的时候弄错了？比如把收入函数写成了 PX 而不是 PX， 或者是在展开的时候符号搞反了。叶可洁凑过来看草稿纸，头发轻轻扫过徐静的胳膊，带着淡淡的洗发水香味，是薰衣草味的，跟徐静房间里的香薰味道一样。她皱着眉，指着草稿纸上的收入函数，我就是把收入函数算错了，我写成 PX 了，以为收入是价格加产量，难怪不对。徐静，你好厉害，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，我算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弄明白。他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，带着崇拜的语气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2颗小小的虎牙，很可爱。徐静笑了笑，只是刚好会这道题而已。你其实很聪明，就是一时没绕过来。你再试着算一遍，按照这个步骤，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我。我跟你讲。叶可洁点点头，拿起笔开始计算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他算到第一步时犹豫了一下，抬头问徐静，收入函数真的是 PX 吗？我总觉得应该是 PX， 因为价格和产量加起来才是收入。徐静耐心的解释，不是的，收入是你卖出去的产品总共赚的钱。比如你一件产品卖10元，卖了2件，收入就是10220元，而不是10212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的收入就是价格 P 乘以产量。没错的。叶可洁恍然大悟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一直搞错了，难怪算不对。他继续往下算，这次顺利多了，算到求导的时候又停下了。导数怎么求？我总是记不住求导公式。徐静拿起笔，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常用的求导公式，比如 x 的导数是 nx， 常数的导数是0，所以 2x 的导数是 4x，3x 的导数是3，10的导数是0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好记了？叶可洁点点头，跟着徐静的公式计算，很快就算出了一阶导数，然后找到了极值点 x1 加，对吗？然后2阶导数是小于0，所以是最大值，对吗？对的，你算得很对。徐静鼓励道，继续算最大利润，把 x1 7带入利润函数就行。叶可洁继续计算，这次很顺利，算出来最大利润是45万元。他高兴地举起卷子，徐静，我算出来了，跟你算的一样，太谢谢你了，明天不用罚抄卷子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阵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，很轻，但很有节奏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鼓点上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叶可洁抬起头，对徐静小声说，我姐来了。徐静转头看去，只见叶可人走了进来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，上衣是收腰的西装，剪裁很合身，勾勒出纤细却挺拔的腰肢。西装的领口处别着一枚银色的胸针，上面刻着叶字，跟王管家的徽章一样。下身是极细的西装裙，裙摆是不规则的，显得既正式又不失设计感，搭配黑色的细高跟，鞋跟大约5厘米，鞋头是尖头的，没有丝毫磨损，看来是经常穿却保养得很好。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大波浪，披在肩上，发梢微微卷曲，用发胶固定过，不会随风乱飘。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，眉毛是细细的柳叶眉，眼妆很淡，只涂了一层睫毛膏，唇色是淡淡的豆沙色，既不张扬又透着干练。她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袋，文件袋上印着叶氏集团的 logo， 手指纤细，指甲修剪的整齐，涂着透明的指甲，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的手表，是百达翡丽的，价值不菲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可洁放下对叶可人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小小的紧张，不像刚才那么活泼了。叶可人没有看叶可洁，目光落在徐静身上，带着审视的意味，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。他的目光很锐利，扫过徐静的脸、手腕、腰腹，最后落在书桌上的高数卷子和草稿纸上。王叔说你来了，我过来看看。他的声音清冷，像初秋的泉水，没有多余的情绪。你就是徐静？是的，大小姐。徐静站起身，保持着恭敬的姿态，双手自然垂在身侧，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。我是徐静，以后负责照顾2小姐的日常起居和学习。叶可人点点头，目光依旧落在徐静身上。以前做什么工作的？怎么会做高数题？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却带着一种压迫感，像是在面试一样，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指向徐静的过往。徐静早就准备好了说辞，语气平稳地回答，大小姐，我以前在一家私人教育公司做助理，老板是做高数辅导的，我经常帮老板整理教学资料，批改学生的作业，所以对高数题有点了解，也会一点解题技巧。后来老板的公司倒闭了，我就经人介绍来了叶家。
他故意提到教育公司，为自己会做高数题找个合理的理由，同时避免提到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信息，比如他的保镖经历。叶可人没再多问，只是对叶可洁说：“作业早点做完，别总麻烦别人，学习是自己的事。”他的语气依旧平淡，但徐静能听出里面的关心不是责备，只是提醒叶可洁要独立，不要总依赖别人。叶可洁点点头，知道了姐，我很快就做完了，做完就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叶可人又看了徐静一眼，目光里的警惕没有减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高跟鞋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走廊里，像一阵清冷的风刮过。徐静坐回椅子上，心里松了口气。叶可人虽然警惕，但暂时没有怀疑他的身份，只是例行询问。看来他的说辞没有破绽。他看了一眼叶可洁，他已经重新拿起笔继续做题，只是速度比刚才慢了点，似乎还在想着叶可人的话，嘴角微微抿着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二小姐，不用急，慢慢做，我等你做完再走，反正我也没别的事。徐静轻声说，免得叶可洁有压力。他能看出来，叶可洁很在意叶可人的看法，不想让姐姐失望。叶可洁抬起头笑了笑，没事，我很快就好，就剩最后2道题了。对了，徐静，明天你能送我上学吗？我们学校有点远，在市中心，司机今天请假了，我怕明天早上堵车，会迟到。当然可以。徐静点点头。二小姐明天几点起床？我提前准备好车子，去车库把车开出来，等你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发。我7点起床，7点半吃早饭，8点出门就行。学校8点半上课，从这里到学校大约要半个小时，不堵车的话能提前10分钟到。叶可洁说完，加快了做题的速度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像是在跟时间赛跑。徐静坐在旁边，没有在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做题。他心里其实在盘算明天送叶可洁上学，路上要注意安全，尤其是叶可人提到的学校附近有跟踪事件，得留意周围的车辆，特别是黑色的面包车。叶可人对他有警惕，以后跟他相处要更小心，说话要更谨慎，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庄园的安保虽然严密，但还是要多留意暗哨的位置，确保庄园内部的安全。仙水似的晨光透过香樟林的缝隙，在叶家庄园的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徐静握着奥迪 A6的方向盘，指尖轻轻搭在档杆上，这是他养成的习惯，随时保持对车辆的掌控感。副驾驶上的叶可洁正低头刷着手机，粉色的书包放在腿上，上面的猫咪玩偶随着车子的轻微颠簸轻轻晃动。徐静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班同学发的朋友圈，昨天有人在学校附近看到了那辆黑色面包车。叶可洁突然抬起头，手机屏幕凑到徐静面前，上面是一张模糊的照片，背景是学校旁边的小巷，一辆黑色面包车的侧影隐约可见。他说晚上9点多看到的，吓得赶紧跑了。徐静扫了一眼照片，面包车的轮廓和叶可人描述的一致，无牌照，深色车窗。他放慢车速，在路口等红灯时转头对叶可洁说，别担心，今天我会多留意，下午接你时提前半小时到，确保没人跟踪你。他说话时语气平稳，眼神却多了几分凝重。黑色面包车再次出现，说明对方没放弃，而且活动时间从晚上延长到了傍晚，危险系数在增加。叶可洁点点头，收起手机，却还是忍不住皱着眉。要是一直有这种事，我都不敢一个人走了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点委屈。高3本就压力大，再加上这种危险，让他难免有些焦虑。徐静从储物格里拿出一颗薄荷糖，递给叶可洁，吃颗糖，甜一点，心情会好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出事。这是他在任务里常用的小技巧，一点小甜头能让人放松警惕，也能拉近距离。叶可洁接过薄荷糖，剥开糖纸放进嘴里，清凉的味道在嘴里散开，他忍不住笑了。谢谢徐静，你还带糖？以前帮老板整理资料时，经常熬夜，带点糖提神。徐静随口编了个理由，目光却重新落回路况，前面就是学校所在的主干道，车流量渐渐多了起来，大多是送学生的家长车，还有几辆出租车，暂时没看到可疑车辆。8点15分，车子稳稳停在刷水市第一中学门口。徐静刚帮叶可洁拉开车门，就听到一阵夸张的呼喊声，叶可洁，等一下！两人同时转头，只见马云龙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，身后跟着2个跟班，正快步朝这边走过来。马云龙的头发梳得锃亮，发胶喷得不少，运动服是限量版的耐克，脚上是最新款的乔丹鞋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他走到叶可洁面前，把玫瑰往前递了递，脸上带着自以为帅气的笑容。可洁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玫瑰，99朵，代表我对你的爱长长久久，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吧。周围顿时围过来不少学生，指指点点，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。叶可洁的脸瞬间涨红，不是害羞，是生气。马云龙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你别再纠缠我了。他后退一步，躲到徐静身后，下意识地抓住了徐静的衣角。徐静不动声色地往前站了半步，挡住叶可洁，目光平静地看着马云龙。这位同学，请你尊重2小姐的意愿，不要强人所难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。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小了不少。马云龙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叶可洁身边会突然冒出这么个人。他上下打量着徐静，看到徐静身上的休闲装不是什么名牌，眼神里多了几分不屑。你是谁？我跟可洁说话，有你什么事？赶紧滚开！他伸手想推开徐静，动作粗鲁。徐静手腕轻轻一翻，抓住马云龙的手腕，力道不大，却让马云龙动弹不得。我是2小姐的生活助理，负责她的日常安全，你要是再纠缠，我就联系学校保安了。徐静的指尖微微用力，马云龙顿时疼得皱起眉，手里的玫瑰掉在了地上。
你敢抓我？马云龙又惊又怒，他从小被家里宠着，没人敢这么对他。我爸是马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漳水市混不下去？他身后的2个跟班也上前一步，摆出要动手的架势。周围的学生吓得往后退了退。叶可洁从徐静身后探出头，冷冷地说：“马云龙，你别以为你家有钱就了不起，我妈跟你爸还有合作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让我妈终止所有合作。你信不信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叶家2小姐的底气。马云龙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知道叶家的实力，马氏集团全靠跟叶家的合作，才勉强挤进山水市的2流企业。要是合作终止，马氏集团就得倒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女生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走到马云龙身边，对着叶可洁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叶可洁，马云龙这么喜欢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这个女生正是贾文文，她是叶可洁的同班同学，平时就嫉妒叶可洁长得漂亮，家境好，经常跟马云龙一起针对叶可洁。叶可洁看着贾文文，眼神更冷了。贾文文，我跟马云龙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你爸公司的那几个项目，是不是还在跟我们叶家谈合作？要是我跟我姐说一声，你觉得你爸的项目还能成吗？他早就知道贾文文的父亲想跟叶家合作，只是一直没谈成，这正好是他的软肋。贾文文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没想到叶可洁会知道这件事，还当众说出来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能狠狠瞪了叶可洁一眼，转身挤出人群跑了。马云龙看着贾文文跑了，又看看周围学生的目光，再想到叶可洁的话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捡起地上的玫瑰，狠狠扔在地上，用脚踩了几下。叶可洁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说完，他带着2个跟班灰溜溜的走了。周围的学生见没热闹看了，也渐渐散开。有人还在小声议论，马云龙也太丢人了，被叶可洁怼得说不出话。那个生活助理好帅，居然敢跟马云龙叫板。叶可洁松开抓着徐静衣角的手，脸颊还有点红。她看着徐静，小声说：“徐静，谢谢你，刚才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徐静笑了笑：“不用谢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快进去吧，快上课了，下午我来接你。”他帮叶可洁理了理有点歪的领带，动作自然，没有丝毫刻意。叶可洁点点头，拿起书包跑进学校，跑了几步又回头挥挥手：“徐静，下午见。”徐静挥了挥手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门口，才转身回到车里。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拿出手机给叶可人发了条信息：“大小姐，早上马云龙在学校门口纠缠2小姐，已解围。2小姐用家族合作威胁马云龙暂时退走，后续需留意他的报复。”很快，叶可人回复：“知道了，我会让安保团队留意马云龙的动向，你下午接可洁时多加小心。马云龙家里有点势力，可能会玩阴的。”徐静收起手机，发动车子，他没有回叶家，而是绕着学校附近转了一圈，重点查看了昨天看到的那辆黑色大众帕萨特车子，还停在停车场，没有动静，车窗依旧贴着深色膜，看不到里面的人。他记下车子的位置，又拍了张照片发给叶可人，然后才开车回叶家。回到庄园时，王管家正在车库门口等他，看到徐静，王管家迎上来：“徐静，送可洁小姐到学校了，早上没出什么事吧？我看你发信息给大小姐，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”徐静把车子停进车库，下车对王管家说：“没事，王叔，就是马云龙在学校门口纠缠2小姐，已经解决了。2小姐用家族合作威胁马云龙，不敢再闹了，他轻描淡写的带过，不想让王管家担心。”王管家皱了皱眉，这个马云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以前就总缠着可洁小姐，现在居然还敢在学校门口闹事，要是让大小姐知道，肯定饶不了他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也多留一点，马云龙的父亲马大海不是什么好人，最喜欢玩阴的，要是他知道马云龙受了委屈，说不定会找你麻烦。”“我知道了，王叔，我会小心的。”徐静点点头，他心里也清楚，马云龙不会就这么算了，后续可能会有更多麻烦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王管家带着徐静往别墅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大小姐让我跟你说，中午不用回庄园吃饭了，她让厨房准备了便当，放在车库的保温箱里，你中午就在学校附近吃，方便下午接可洁小姐。”徐静心里一暖，没想到叶可人看着冷，却这么细心。“谢谢王叔，也替我谢谢大小姐。”“不用谢，大小姐也是担心可洁小姐的安全。”王管家笑了笑：“对了，下午有个快递会送到庄园，是大小姐给可洁小姐买的习题册，你记得签收一下，晚上给可洁小姐。”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徐静应道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徐静拿出那个黑色的笔记本，在上面记录早上的事情。上午校园冲突记录。在冲突起，马云龙在学校门口用玫瑰告白叶可洁，被拒后纠缠。在参与人员，马云龙主谋，贾文文帮腔，马云龙的2个跟班。在应对过程，徐静挡在叶可洁身前，抓住马云龙手腕，阻止其动手，威胁联系保安。叶可洁用终止马氏集团与叶家合作，威胁马云龙用贾文文父亲的项目怼走贾文文。结果马云龙扔玫瑰放狠话后离开，贾文文逃跑，叶可洁安全进入学校。后续隐患，马云龙可能报复言语威胁，不会算了。马云龙父亲马大海可能介入，王管家提示器，喜欢玩阴的黑色大众帕萨特仍停在学校停车场，
无异常。写完后，徐静把笔记本藏好，然后拿出厨房准备的便当，里面是2荤1素、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时蔬，还有一份米饭，用保温盒装着，还是热的。他坐在书桌前，慢慢吃着便当，味道很好，跟昨晚的晚饭一样地道。看得出来厨师很用心。吃完便当，徐静打开电脑，搜索马氏集团的信息。马氏集团主营建材生意，规模不大，全靠跟叶家的合作才勉强维持。董事长马大海以前有过黑道背景，后来洗白做了生意，为人狡猾，喜欢用不正当手段竞争。徐静心里有了数，马大海要是真的介入，可能会用更阴的手段，比如找人堵他或者叶可洁，得更加小心。下午3点半，徐静提前出发去接叶可洁。他没有开奥迪 A6，而是换了一辆银色的大众帕萨特。王管家说这辆车比较普通，不容易引人注目，适合在学校附近蹲守。徐静检查了车子，确保车况良好，然后在车里放了一些应急物品，1瓶防狼喷雾，1根伸缩棍，一个小型手电筒，还有之前那个探测器。4点整，徐静到达学校附近，把车子停在离学校门口不远的一个隐蔽角落，能看到学校门口的情况，又不容易被发现。他拿出探测器，在车里扫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异常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开始观察学校门口的人流。学生渐渐多了起来，大多是放学的，穿着校服，三三两两的走着，没有看到马云龙和他的跟班，也没有看到黑色面包车。4点半，学校放学的铃声响起，学生们涌了出来。徐静拿出手机给叶可洁发了条信息：二小姐，我在学校门口对面的便利店旁边，银色大众帕萨特，你出来后往这边走。很快，叶可洁回复：好，我马上就出来。过了几分钟，徐静看到叶可洁从学校里跑出来，身边跟着一个女生，是她的同班同学林晓。叶可洁看到徐静的车子，跟林晓说了声再见，然后快步朝这边走过来。徐静打开车门，让叶可洁坐进来。今天放学挺早的，没留堂？没有，今天老师没布置太多作业，所以早放了。叶可洁坐进副驾驶，系好安全带。对了，徐静，你怎么换车了？昨天不是开奥迪吗？王叔说这辆车比较普通，不容易引人注目，免得马云龙又来找麻烦。徐静发动车子，缓缓驶离路边。叶可洁点点头，还是王叔想得多。马云龙今天在学校里可嚣张了，上课的时候还故意扔纸团砸我，被老师说了一顿才老实。他说起马云龙，语气里满是不满。还有，他中午的时候跟班里的男生说要找你麻烦，让你在仙水市混不下去。徐静心里一凛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没事，我不怕他找麻烦，只要你安全就好。他看了一眼后视镜，没有发现可疑车辆跟踪。今天路上没看到黑色面包车吧？没有，我放学的时候特意留意了，没看到。叶可洁摇摇头。对了，徐静，你会功夫吗？昨天我看你抓马云龙的手腕，他好像很疼的样子。徐静笑了笑，会一点防身术，以前跟老板学的，老板怕我遇到危险，让我学点自保。他没有说实话，怕吓到叶可洁。叶可洁眼睛一亮，哇，你好厉害，那你能不能教我一点？以后马云龙再纠缠我，我就自己对付他。你刚醒过来路都走不稳，跟我去能干什么？而且亲正在给你做饭呢。我只好妥协，让师傅一个人去。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欧阳婉清端着面条进来的时候，脸色也变得很凝重。落雪姐姐失踪了，她的声音里带着担心。3天后我基本恢复了。说来也奇怪，昏迷的1个月里身体一点没好转，醒来3天就完全康复了，连师傅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和欧阳婉清在府里的花园散步，她像个小媳妇一样挽着我的胳膊。府里的下人看到我们都会喊一声驸马爷，每次都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心我想去帮师傅找落雪。我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她。落雪对师傅来说太重要了。她白了我一眼，语气里带着醋意。你以为就你着急？落雪姐姐现在下落不明，我也很担心。就在这时，我四下看了看，趁没人注意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撒腿就跑。坏蛋站住！他在后面追着我，脸红得像个苹果。我们找到云舒，想要去屠龙军，没想到云舒神秘地笑了笑。老爷早就料到你们会来，如果真想帮忙，就去福祥楼打探消息，那里人多眼杂，最适合你了。欧阳婉清想去牵小水，那匹清渊宝马，可云舒拦住了他。小水太显眼了，你们骑着它容易暴露身份。徐静说，我会跟王叔和大小姐说，加强庄园的安保，不让他靠近。车子继续往庄园开。叶可洁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，突然说：徐静，其实我以前挺讨厌马云龙的，他总是仗着家里有钱欺负同学，有一次还把我们班一个同学的书包扔到垃圾桶里，那个同学哭了好久。那你以前怎么不告诉老师或者你姐？徐静问着。我告诉过老师，老师找马云龙谈了话，但是马云龙第2天就报复那个同学，把他的课本撕了。我姐又很忙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叶可洁的声音低了下来。以前司机送我上学，马云龙也经常拦车，司机不敢得罪他，只能绕路，所以我经常迟到。徐静心里明白了，叶可洁以前一直被马云龙纠缠，却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，一直没说。这次要不是他在，可能还会继续被欺负。以后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再欺负你了。徐静认真地说，语气里带着承诺。叶可洁抬起头，看着徐静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相信你。6点整，车子回到叶家庄园，徐静把叶可洁送到别墅门口，然后去车库停车。刚停好车，就看到王管家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快递盒。徐静，这是大小姐给可洁小姐买的习题册，你拿上去给她吧。大小姐还说让你晚上去她书房一趟，她有事情跟你说。
好，谢谢王叔。徐静接过快递盒，心里有点纳闷，叶可人找他会有什么事？难道是关于马云龙的？徐静拿着快递盒上楼，走到叶可洁的房间门口，敲了敲门。二小姐，是我，习题册到，进来吧。叶可洁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徐静推开门，看到叶可洁正坐在书桌前写作业，书桌上摊着高数卷子，她把快递盒放在书桌上。大小姐给你买的习题册，你看看。叶可洁放下笔，打开快递盒，里面是几本高数辅导资料，还有一本笔记本，上面印着卡通图案。谢谢姐，也谢谢徐静。她拿起笔记本翻了翻，哇，这个笔记本好可爱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先下去了，晚上大小姐找我去书房一趟。徐静说好，晚上见。叶可洁挥挥手，徐静离开叶可洁的房间，往书房走。书房在2楼的另一端，门口有一个秘书，看到徐静，问明来意后敲了敲门。大小姐，徐静来了，让她进来。叶可人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徐静推开门，走进书房。叶可人坐在书桌后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，已经凉了。他抬起头，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，坐。徐静坐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保持着恭敬的姿态。大小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叶可人放下文件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又放下。早上马云龙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王管家跟我说你会点防身术。是的，大小姐，以前学过一点，用来防身。徐静回答。叶可人点点头。马云龙的父亲马大海以前是混黑道的，手段阴狠，他肯定会因为马云龙的事找你麻烦。我已经让安保团队加强了庄园的安保，也派人盯着马大海的动向。你以后出门要小心，最好不要一个人出去。他的语气依旧清冷，但能听出关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大小姐。徐静心里一暖，没想到叶可人会这么周到。叶可人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徐静，这是马氏集团的资料，还有马大海的一些过往，你看看，了解一下他们的底细，也好应对。徐静接过文件，翻开看了看，里面详细记录了马氏集团的业务、合作对象、财务状况，还有马大海的过往。马大海以前是潇水，是一个黑帮的小头目，后来因为打架斗殴入狱，出狱后洗白做了建材生意，靠不正当竞争抢了不少项目，还有过威胁竞争对手的记录。谢谢大小姐，我会仔细看的。徐静把文件收好。叶可人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香樟林。可洁从小就很善良，不愿意麻烦别人。以前马云龙纠缠他一直没跟我说，要不是这次你在，我还不知道他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愧疚。以后可洁就拜托你了，我希望他能安安心心读完高3，不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打扰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二小姐，不让她受委屈。徐静郑重地说。叶可人转过身，看着徐静，我相信你，没别的事了，你下去吧，记得把资料看完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徐静站起身，转身离开书房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徐静拿出那份资料，仔细看了起来，越看越觉得马大海不简单，这个人不仅阴狠，还很有城府。要是真的找他麻烦，不会明着来，很可能会玩阴的，比如找人堵他、砸车，甚至对叶可洁下手。他拿出笔记本，补充记录：3. 马氏集团与马大海资料整理。在马氏集团主营建材生意，规模些水是2流企业，依赖与叶家的合作，问题存在不正当竞争、偷税漏税嫌疑。马大海背景：前黑帮小头目，入狱过，洗白后经商，性格阴狠，城府深，报复心强，过往威胁竞争对手，打架斗殴，恶意抢项目。下应对措施：庄园安保已加强，派人盯防马大海动向，个人防护，出门不单独行动，携带应急物品，叶可洁保护，上下学全程护送，避免单独接触马云龙。写完后，徐静把资料和笔记本放在一起，然后拿出探测器，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没有异常。他躺在床上，却没立刻睡着。马大海的威胁比马云龙更严重，这个人可能会不择手段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他想起叶可人说的话，心里多了几分责任感。他不仅要保护叶可洁的安全，还要让她能安心学习，不受这些麻烦打扰。窗外的月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洒在房间里，很安静。徐静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过了一遍明天的计划：送叶可洁上学，留意马云龙和马大海的动向，继续观察黑色面包车，晚上跟叶可人汇报情况。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，但他有信心能应对这些麻烦，保护好叶可洁。第二天早上，徐静依旧7点起床，送叶可洁上学。学校门口没有看到马云龙，也没有看到黑色面包车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。但徐静知道，平静只是暂时的，马大海和马云龙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更大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。他握紧方向盘，眼神坚定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，他都会保护好叶可洁，完成自己的任务。水市的清晨带着初秋的凉意，徐静握着银色大众帕萨特的方向盘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副驾驶上的叶可洁捧着热牛奶，小口喝着，眼神却时不时瞟向窗外。自从昨天马云龙跟踪后，他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带着点危险的气息。徐静，你说今天马云龙还会来吗？叶可洁放下牛奶杯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包带，上面的猫咪玩偶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晃动。徐静扫了一眼后视镜，确认没有可疑车辆跟踪，才转头对叶可洁笑了笑。放心，我昨天跟王叔说了，让安保团队留意马云龙的动向，他不敢轻易来。而且今天我们走另一条路，绕
绕开昨天被跟踪的小巷，他特意调整了路线，避开了人少的路段，选择了主干道旁的次干道。虽然多花5分钟，但监控更密集，安全系数更高。叶可洁点点头，却还是忍不住往窗外看。路过一家早餐店时，他突然指着窗外：“徐静，你看那家包子铺开门了，我们要不要买2个？我昨天就想吃了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期待，试图驱散心中的紧张。徐静放缓车速，在早餐店门口停下：“你在车上等我，我去买。”他拉上手刹，下车前特意检查了4周早餐店，人来人往，大多是上班族和学生，没有看到马云龙或黑色面包车的身影。他快步走进早餐店，买了2个肉包和2个菜包，还额外要了一杯热豆浆。刚走出早餐店，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不远处的街角，车窗贴着深色膜，看不到里面的人，但车型很陌生，不像是附近居民的车。徐静心里一凛，不动声色地加快脚步，回到车上，把早餐递给叶可洁：“快吃吧，一会该凉了。”“谢谢徐静。”叶可洁接过包子，咬了一口，满足地眯起眼睛：“好好吃，比学校食堂的好吃多了。”徐静发动车子，目光却始终留意着后视镜那辆黑色越野车，果然跟了上来，保持着50米左右的距离，车速不快，却精准地跟在他们后面。可洁，抓紧扶手，有点颠簸。徐静低声说，脚下轻轻踩下油门，车子缓缓加速，试图甩开对方。叶可洁刚咬下第2口包子，听到徐静的话，下意识地抓紧了副驾驶的扶手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？他的话没说完，就看到后视镜里的黑色越野车也加快了速度，紧紧跟了上来。别慌，是昨天跟踪我们的人，我甩了他们。徐静冷静地说。打转向灯拐进一条有监控的商业街，商业街人多车多，黑色越野车不敢靠太近，被几辆车挡住，渐渐拉开了距离。徐静趁机加快车速，拐进另一条次干道，彻底甩掉了对方。叶可洁松了口气，手里的包子却没了胃口。他们是谁？是马云龙派来的吗？大概率是。徐静点点头，马大海有黑道背景，肯定会派手下来盯着我们，找机会报复。以后上学放学，我们都走有监控的路，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他拿出手机，给叶可人发了条信息，告知被黑色越野车跟踪的情况，附带了越野车的车牌号和特征。车子继续往学校开，路上再没遇到异常。8点20分，车子停在学校门口。徐静看着叶可洁走进教学楼，确认周围没有可疑人员，才开车离开。他没有回叶家，而是绕到学校附近的停车场，找到了昨天看到的那辆黑色大众帕萨特，车子还在原地，车窗紧闭，看不到里面的人。徐静拿出手机拍下车子的细节，包括轮胎纹路、车窗贴膜的反光度，发给叶可人安排的安保团队，让他们盯着这辆车。处理完这些，徐静才开车回叶家。刚到庄园门口，就看到王管家和几个安保人员在门口等他。王管家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色严肃：“徐静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大小姐刚收到消息，马大海昨天派人去查你的背景了，幸好我们提前把你的假身份做好了，没让他们查到什么。”徐静心里一紧，他们查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你的假身份是大小姐特意让专业人士做的，履历完整，没有漏洞。王管家递过文件，这是你的假身份资料，你再看看，记熟了，免得被问起实路线。徐静接过文件，翻开看了看假身份，叫徐明，来自普通家庭，毕业于本地的一所专科学校，之前在一家小公司做助理，因为工作认真被推荐到叶家，履历详细，甚至还有之前公司的推荐信，做的天衣无缝。谢谢王叔，我会记熟的。还有，大小姐让你回来后去书房一趟，她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王管家补充道，好像是关于黑色面包车和马大海的。徐静点点头，把车子停进车库，然后往书房走。书房里，叶可人正站在落地窗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报告，眉头紧锁。看到徐静进来，他转过身，把报告递给徐静，你看看，这是安保团队查到的消息。徐静接过报告，快速浏览黑色面包车属于一个注销的公司，车主信息是假的，应该是马大海通过黑市弄来的。昨天跟踪他们的黑色越野车登记在马大海的一个手下名下，这个手下以前是马大海在黑帮时的小弟，有多次打架斗殴的前科。马大海这是想干什么？明着不敢来，就玩阴的。徐静皱起眉，马大海的手段比他想象中更直接，居然敢派人跟踪叶可洁，他是想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也是想摸清我们的底细。叶可人走到书桌前，拿起咖啡喝了一口。我已经让安保团队加强了庄园和学校附近的巡逻，也跟警方打过招呼，让他们留意马大海的动向。但马大海很狡猾，警方没有证据，也不能抓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被他盯着吧？徐静问道。他担心马大海会对叶可洁下手，尤其是在学校附近，人多眼杂，容易出意外。叶可人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我已经跟我妈叶静沟通过了，她同意暂时让可洁住在庄园里，周末再回家，上学放学由你和安保团队护送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另外，我会让公司终止和马氏集团的所有合作，给马大海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道我们叶家不是好惹的。徐静心里松了口气，终止合作对马氏集团来说是致命打击，马大海说不定会收敛一点。谢谢大小姐，这样可洁的安全就有保障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可洁是我妹妹。叶可人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你以后出门也要小心，马大海肯定会找你的麻烦，我已经让安保团队给你配了对讲机，方便随时联系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黑色对讲机，递给徐静，频道是101，遇到危险就呼叫，安保团队会第一时间赶到。徐静接过对讲机，
别再腰伤，谢谢大小姐，我会小心的。离开书房，徐静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拿出假身份资料仔细看了一遍，确保每个细节都记熟。然后他拿出笔记本，记录早上的情况。4. 清晨跟踪事件与应对。在跟踪情况，车辆黑色越野车登记在马大海手下名下，有黑帮前科。路线从早餐店开始跟踪，至商业街被甩开。目的摸清行踪，可能为后续报复做准备。在应对措施，路线调整，避开人少路段，选择监控密集的商业街。次干道信息同步，及时告知叶可人。安保团队跟进调查车辆信息，身份保护，假身份资料完善。马大海未查到真实信息。后续安排：叶可杰暂时住庄园，上学放学由徐静安保团队护送。马氏集团叶家终止所有合作，给予教训。通讯设备配备对讲机频道101，方便紧急联系。写完后，徐静把资料和笔记本收好，然后拿出探测器检查房间，确认没有异常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过了一遍马大海的资料。这个人心狠手辣，终止合作可能会让他更疯狂，说不定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，比如绑架、砸车，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下午3点半，徐静提前出发去接叶可杰。这次他开的是黑色奥迪 A6，身边还跟着2个安保人员，坐在后座，穿着便服，看起来像普通乘客。徐静觉得只有展现出叶家的实力，才能震慑住马大海的人。4点整，徐静到达学校附近，把车子停在监控底下，2个安保人员下车，分别站在学校门口的2个角落，观察周围情况。徐静拿出对讲机，确认和安保团队的通讯正常，然后给叶可杰发了条信息：二小姐，我在学校门口的奥迪 A6 旁边，身边有2个安保人员，你出来后直接过来。4点半，学校放学铃声响起，学生们涌了出来。徐静看到叶可杰和林晓一起走出来，林晓似乎在跟叶可杰说着什么。叶可杰点点头，然后朝徐静的车子走来。徐静，今天怎么换车了？还有这2个人是？叶可杰坐进副驾驶，疑惑地看着后座的安保人员。这是安保团队的人，大小姐让他们跟我一起保护你。徐静发动车子，以后上学放学都会有安保人员跟，确保你的安全。叶可杰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谢谢姐，也谢谢徐静。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的安全，心里满是感激。车子缓缓驶离学校，徐静通过后视镜看到那辆黑色越野车又出现了，跟在他们后面。他拿起对讲机101呼叫，目标车辆出现，黑色越野车，车牌78901，正在跟踪我们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支援车辆正在赶来，预计5分钟到达。对讲机里传来安保团队的声音。叶可杰听到对话，紧张地抓住扶手，他们又跟来了，怎么办？别慌，支援马上就到，我们先往庄园方向开，引他们到安保团队的包围圈。徐静加快车速，车子稳稳地行驶在主干道上，黑色越野车也加快速度，紧紧跟在后面，甚至有几次试图超车拦停他们。徐静，他们想超车！叶可杰惊呼。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近的越野车，徐静冷静地打转向灯，往左侧车道靠，不让越野车超车。同时，他通过对讲机告知支援车辆自己的位置，我们在环城路，离庄园还有3公里。越野车正在试图超车，支援车辆已到达环城路入口，正在包抄，注意安全。就在这时，黑色越野车突然加速，从右侧非机动车道超车，然后猛地往奥迪 A6 这边靠，试图逼停他们。徐静反应迅速，猛打方向盘，同时踩下刹车，车子堪堪避开越野车，停在路边。越野车也停了下来，车门打开，下来4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，手里拿着棒球棍，气势汹汹地朝奥迪 A6 走来。后座的2个安保人员立刻下车，挡在车子前面，和4个男人对峙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安保队长冷声问道，手放在腰间，随时准备掏出手枪，经过合法备案。4个男人没有说话，举起棒球棍就朝安保人员打来。安保人员反应迅速，避开攻击，然后反击。徐静也推开车门，挡在叶可杰身前，防止有人偷袭。叶可杰坐在车里，紧张地看着外面的打斗，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他看到一个男人绕过安保人员，朝他这边跑来，举起棒球棍就要砸车窗。徐静眼疾手快，冲上去一脚踹在男人的肚子上，男人痛呼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棒球棍掉在一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！另一个男人喊道。剩下的3个男人一起朝徐静和安保人员打来。徐静和安保人员配合默契，避开棒球棍的攻击，然后用格斗术反击。徐静抓住一个男人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男人痛得大叫，棒球棍掉在地上。安保队长一拳打在一个男人的脸上，男人鼻血直流。很快，4个男人都被打倒在地，躺在地上呻吟。就在这时，支援车辆赶到，下来几个安保人员，把4个男人制服，带上车。徐静松了口气，转身回到车里，看到叶可杰脸色苍白，双手还在发抖。可杰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吓到？叶可杰摇摇头，声音有点沙哑。我没事。徐静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他看到徐静的手臂上有一道划痕，应该是刚才打斗时被棒球棍划到的。没事，小伤。徐静笑了笑，拿出纸巾擦了擦手臂上的血迹。我们先回庄园，这里不安全。车子重新发动，往庄园方向开。叶可杰看着徐静手臂上的伤口，心里满是愧疚。叶可杰看着徐静手臂上的伤口，心里满是愧疚。都是因为你才受伤的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徐静安慰道。他知道
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开始，马大海肯定还会有后续动作。回到庄园，徐静带着叶可洁去见叶可人。叶可人看到徐静手臂上的伤口，皱起眉，怎么回事？受伤了怎么不处理？他立刻叫来了私人医生，给徐静处理伤口。私人医生给徐静的伤口消毒、包扎，一边处理一边说：“还好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骨头，注意不要沾水，几天就好了。”叶可人看着包扎好的伤口，对徐静说：“今天辛苦你了。”那4个男人已经交给警方了，他们承认是马大海派来的，警方会去调查马大海。谢谢大小姐。徐静点点头。叶可洁站在一旁，看着徐静的伤口，小声说：“徐静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”叶可人摸了摸叶可洁的头，不关你的事，是马大海太过分了，以后有徐静和安保团队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你遇到危险了。徐静看着叶可洁愧疚的表情，笑了笑：“二小姐，别自责了，我没事，以后我们多加小心，马大海不敢再轻易找我们麻烦了。”